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无数人财务命运的书《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·清崎 （Robert Kiyosaki）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亲身经历，为我们揭示了通往财务自由的秘密之路。罗伯特·清崎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，他的成功完全源于对财富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。在这本书中，他以富爸爸和穷爸爸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观念为主线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模式，实现财务自由。让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来开启今天的分享。约翰 ·D· 洛克菲勒 （John D. Rockefeller） 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商人之一，曾经说过：“我总是努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最有效益的地方。”洛克菲勒并非天生富有，他的财富源于对财务的精明管理和对财富积累的深刻理解。同样，《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，帮助我们像洛克菲勒一样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。1. 理解现金流象限 （ESBI）。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就是现金流象限，即 employee 雇员 （self-employed）、自由职业者 （be business owner）、企业主和 investor 投资者。这4个象限代表了人们获取收入的不同方式。E 象限依赖工资收入，工作时间换取金钱。S 象限为自己工作，收入取决于个人努力。B 象限拥有系统为他工作，收入来源多样化。I 象限让钱为他工作，通过投资实现财富增值。罗伯特·清崎指出，大多数人被困在 E 和 S 象限，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安全感，而不是自由。然而，真正的财务自由来自于 B 和 I 象限，因为在这里，收入不再依赖于个人的时间和精力，而是通过系统或投资实现自动增长。识别你的象限，首先评估你目前所处的象限，问问自己，你的收入主要来自哪里？逐步过渡，如果你目前处于 E 或 S 象限，考虑如何逐步过渡到 B 或 I 象限。例如，可以通过创业或投资来实现。建立被动收入，被动收入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。通过投资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等资产，建立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。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工作，而富人让钱为他们工作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财富积累的本质。萨拉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，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象限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他开始学习投资，并逐步将积蓄投入到股票和房地产中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，实现了被动收入的稳步增长。2. 培养财商财务知识的重要性。财商 Financial Intelligence 是指一个人对财务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，它包括对会计、投资、市场和法律等领域的理解。罗伯特·清崎强调，财商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基础。大多数人缺乏财商教育，导致他们在财务决策上常常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提高财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财务，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。学习基础知识，掌握基本的财务知识，如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等。持续学习，关注财经新闻，阅读相关书籍，参加财务培训课程。实践应用，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，例如通过模拟投资积累经验。你的财商越高，你就能更好地控制你的财务命运。这句话强调了财商在财务自由中的关键作用。迈克尔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，他通过自学财务知识，成功地管理了自己的投资组合。他不仅投资于股票和债券，还涉足了房地产和创业投资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他的财商得到了显著提升，财务状况也日益改善。3. 克服恐惧与贪婪，掌控情绪的力量。恐惧和贪婪是影响我们财务决策的2大主要情绪。克服这2大情绪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一步。罗伯特·清崎指出，恐惧和贪婪常常导致人们做出短视的财务决策。例如，恐惧可能使人们不敢投资，而贪婪可能使人们追逐高风险的投资机会。理解并掌控这些情绪，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的财务决策。识别情绪，学会识别自己在投资决策中的情绪反应。理性分析，在做出投资决策前，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，而不是被情绪左右。设定规则，制定投资规则，例如止损点和获利点，以避免情绪化的决策。富人之所以富有，是因为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控制。这句话揭示了情绪管理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性。丽莎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投资者，她总是能够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。她通过设定严格的交易规则，避免了情绪化的决策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她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恐慌抛售，而是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，最终在市场复苏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4. 建立资产，让钱为你工作。
资产是指能够为你带来收入的项目，如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、企业等。建立资产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。罗伯特·清崎强调，资产是财富的源泉。富人之所以富有，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产，这些资产为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。普通人则往往将收入用于消费，而不是投资于资产。识别资产，学会区分资产和负债。例如，房产如果是自住，则是负债；如果是出租，则是资产。投资于资产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于能够带来收入的资产。多元化投资，通过多元化投资降低风险，增加收益。富人购买资产，而穷人和中产阶级购买负债。这句话强调了资产在财富积累中的核心地位。汤姆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他通过每月固定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，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资产组合。经过多年的积累，他的资产带来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工资收入，实现了财务自由。5. 持续学习与成长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。持续学习与成长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必经之路。无论在哪个领域，成功都离不开不断的学习和进步。罗伯特·清崎指出，财务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，新的投资机会和市场变化层出不穷。只有通过持续的学习，才能保持竞争力，抓住机遇。设定学习目标，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，例如每月阅读一本财经书籍，参加培训课程，参加财务培训课程，向专业人士学习。实践应用，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，例如通过模拟投资积累经验。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你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。这句话强调了终身学习在财务自由中的重要性。艾米丽是一名年轻的创业者，她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。她通过参加各种财务培训和阅读大量财经书籍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财务知识水平。她的持续学习使她能够抓住市场机遇，成功地创办了几家企业，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不仅是一本书，更是一套完整的财务管理体系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财务自由的清晰路径。通过理解现金流象限，培养财商，掌控情绪，建立资产和持续学习，我们可以逐步实现财务自由。现金流象限，识别你的收入来源，逐步过渡到 B 和 I 象限。财商，掌握财务知识，提升财商，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。情绪管理，克服恐惧与贪婪，掌控情绪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。资产积累，投资于能够带来收入的资产，建立多元化的资产组合。终身学习，保持对知识的渴求，持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财务知识水平。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，不要让恐惧和懒惰阻碍你的财务自由之路。拿起这本书，开始你的财务自由之旅吧。记住，财务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你的努力和坚持。但只要你愿意付出，财务自由的大门就会向你敞开。你的未来由你今天的决定塑造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，为自己的财务自由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财务自由之路就在你的脚下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梦想和行动的人。让我们一起走向财务自由的彼岸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励你们踏上财务自由之路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实现财务自由。